大家好，我是李沁。说说你对沈离歌这个角色的理解。我觉得沈离歌就是一个很 A 的一个侠女，可盐可甜，就像网友给我的评论一样，千面红颜，丰富的一个角色吧。因为她是一个杀手，然后她有非常多重的身份，所以她的内心活动还是非常的丰富，可以展现的面也是比较多，所以她是可柔可刚。你觉得侠女应该是怎么样的呢？我觉得侠女也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具体的、非常具象的一个东西，而是我觉得是那种非常有勇有谋、敢做敢当、非常独立的这样子一个女性。就是她可以什么事情都自己来解决，然后非常有义气，是自己的超级英雄这种感觉的。我觉得其实就是侠女，也不一定是非有一个具体的这种感觉。你在生活中和沈离歌这个角色相比较差别大吗？也是一个侠女的形象吗？其实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些部分性格里面还是跟她比较像的。我自己就是觉得内心其实还是有男孩子的那一面，而且可能也是比较喜欢打戏的这一部分，所以我就觉得演打戏的时候会非常的酷，女生也可以很帅，打戏的时候要非常的干脆利落。所以在这一点上面，我觉得可能内心也有一股侠气，就很想展现一下这一面。粉丝都说离歌好飒，你觉得离歌有温柔的一面吗？我觉得当然有啦，作为女性，她女性的特质还是有的，只是不同的场合、不同的人物关系，她的柔是展现在自己至亲挚爱的人身上的，所以她的柔，我觉得在剧里也是有体现的。对家人啊，对朋友啊，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兄弟啊、师兄妹啊，包括对爱人，后期情感有了递进之后，她还是会有她非常女性化的一面。戏里面离歌有很多造型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我个人可能最喜欢的就是斗笠的妆，非常的帅气，就是风一吹，走起路来就是非常的干练潇洒。拍戏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我拍打戏的时候印象都非常的深，打戏真的就是没有那么的容易，经常就是会让你做一些比较难度大的动作，就是你要一个镜头里面完成好几个动作，然后就是要节奏非常快，而且可能有些时候像劈叉呀，你就要自己去劈。然后当时我说哇塞，太为难我了吧，但是没办法，就是老师说你必须得自己上，要不然不行。其实就是逼一逼自己，其实也就下去了。但是打戏当中也是有一些可进可退、可柔可刚的一些节奏，所以它也是需要有一些迂回，然后配合。就是很重要的一场戏，就是出场刺杀彭城王的时候，它有好几番，就是有在房檐上的，有在那个鼓上的，跟不同的人打，然后有帷幔间的那种打，就是他每次设计都是不一样，所以每一次打的时候就是既酸爽又兴奋，又觉得很帅，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痛并快乐的过程。我可能内心就住着一个男孩子，所以就是演侠女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和秦昊老师搭戏是什么感觉？秦昊老师是一个非常认真专业的演员，没有想到的是他其实是非常幽默的这种搞笑的这样子一个性格，就经常他时不时说一个冷笑话，就是很好笑。和古嘉诚呢？古嘉诚老师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的，就是那种非常玩音乐哈，然后就是非常帅，然后非常痞痞的那种感觉。他们在片场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？浩哥他其实比较追求真实感嘛，他经常就是演戏的时候需要很多真实的道具，比如说我们经常要吃芥末啊什么的，然后他刚开始都说这是假的吗？这样不行不行，没有感觉，演不出来，要被一下子辣到冒烟的那种。然后他经常要求就是要吃真的芥末，结果一吃完了之后，眼泪就流的真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然后他说不行不行，真的不行了，说哎呀这太辣了，就是很搞笑，就是那个反应是非常真实的，就是真的吃芥末辣到就是已经嗓子眼都冒烟了，真的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就一直咳嗽然后冒眼泪这样的。真辣的，太辣了，给我对下一部戏有什么期待吗？想要挑战什么角色？还是看有什么样的剧本比较适合，就想演一些之前没有尝试过的，或者是类型没有尝试过的这样子的片子吧。其实我就没有完全就是限制住自己，就是觉得不同的时代，包括现代呀、古代呀、民国啊，我都可以去尝试。除了像青春偶像、古装戏，有一些类型，最近我觉得
想悬疑啊，或者是这种也挺过瘾的。我觉得就是也不用太多的局限。粉丝说你把微博忘记了，希望多发微博，你怎么回应？这个就是我是比较随性的那种，就是也不会很刻意的说我一周必须要发几条。我是那种就是今天心情特别好，或者说我拍了一张照片，我觉得蛮有感觉的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不会是那种一定定时定点非要跟大家分享的那种。你平时会看粉丝的评论吗？会看一些评论的。印象最深的评论是什么？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吧，让我看完觉得要不就是很可爱，然后又觉得很有意思，然后就会去翻个牌。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非常开心的生活，然后非常积极的去面对一些人生的问题。之前我上过一期节目叫《奔跑吧》，然后他那期的主题真的特别好，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的一个真相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真相，我们现在就是太碎片化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非常的用心去感受，还是希望就是我的粉丝啊，我的小朋友们，他们可以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环境下面去非常健康的成长，在网络上面是交到更多的朋友，然后大家一起来面对啊，探讨的是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你知道事业粉和生命粉吗？事业粉我应该知道吧，事业粉就是对你的工作特别的感兴趣，就是希望你越来越好，这种生命粉就是特别爱你一生的那种。生命粉就是对你没有任何别的要求，只希望你健康快乐的活着。生命粉还真的是第一次，无论是任何一个粉都还是挺感谢他们的。大家总是夸你美，你有压力吗？真的假的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？压力倒是不会吧，我觉得就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美好的东西，不仅仅是颜值上光看上去的，我觉得之后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其他美好的东西。可以分享一下最近除了工作以外的日常生活给大家吗？前一段时间刚刚从大理回来，人家都说我是不是在大理置家产了，动不动就要去大理。其实也没有，就是因为大理有几个好的朋友。因为我首先我觉得就是大理的空气啊、环境其实还是很舒服的，也可以让自己更轻松一些，跟自然接触的时间多一些，也让自己可以有一点时间慢慢的去思考，包括去总结一些之前的工作以及对未来的一些想法。推荐一个大理的景点，你会推荐哪里？大家都知道苍山和洱海嘛，其实我觉得大理也是有很多那种彩虹农场啊，就是那种是吃饭的地方，也是非常的舒服，跟自然非常接近的地方。然后还有一些咖啡馆啊，就是全都是花的那种，就看你就是喜欢什么。我觉得还是到了那个地方也会有很多很多可以去探索，然后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寻找的那些地方。你觉得什么是追剧的好伴侣？会吃点什么小零食吗？或者不可少的抱枕？零食吧，就是追剧的时候偶尔吃一点零食也是很重要的。追剧会开弹幕吗？有的时候会看一些弹幕，我觉得弹幕就比较有意思，就是网友真的是非常的有才华，而且他们的关注点真的非常的细腻，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你都没有注意到的点，被他们发现之后，你就会觉得，哎呀，还真的是，而且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敏锐。在这样的一个平台，其实也是可以看到大家对于这部戏的一些感受啊，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想法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渠道。网友们对《锦绣南歌》这部剧的讨论，最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什么？我就觉得他们可能还没有从浩哥的那个上一部戏里面走出来，总是觉得下一部可能就是要干嘛的，所以大家对他都有一种滤镜。但是其实我们彭城王的人设是非常好的，而且这一部戏真的是非常的暖，尤其是在刺杀的时候，他真的非常爱力哥，明明就是已经伤害到他，然后他对他还是嘘寒问暖，而且还要保护他。我觉得这个人设其实是非常好的，所以要抛开那些滤镜。可以分享一个保持美丽的小诀窍吗？天天开心，待在舒适的环境里面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心态。分享一首你最近在听的歌吧，像无价之姐啊，然后包括像我记得这种的。冰冷的拉赞感到重力摇曳，这次开放是否漫无目的？古董说他们的时光相近，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？给下一个接受我们采访的谷嘉诚老师留一个小问题吧。用20个词来夸一夸我，20个哦，20个一定要说满20个哦。